你这边的话直接掏一个跛脚羊来吧。今天这个 BP 我觉得就一上来直接宣战了，对吧？今天上来就跟你爆了。一般来说，魔术师这种角色在第一回合上来是很幸运儿是最好，因为你追机械师的话，外面还有机械师，但你追幸运儿的话，外面就只有机械师了。而且追幸运儿，你看你追机械师这样的，外面有机械师加空军加慈善家，但你追幸运儿的话，外面只有机械师。对，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追幸运儿好。把可能性给扼杀掉。但机械师本身他的娃娃进度还是蛮多的，放在外面。来看一下，前面就是奈奈的幸运儿，看他摸什么吧，这个还是挺关键。先是摸了个护肘，应该是对。这护腕的话有点明显了。好像用的是，但他不想追，这里掉过去的话，绕一下他们的小迪，哇，直接过来打机械师一刀，看到了，小偷不算开，对，这么准，夸张，就是来找机械师，这熟练度太夸张了。两个笼子回头应该是11秒了，再去30秒，机械师也懵了，我刷椅子上了，这熟练度真的见鬼了，这跟鬼有什么区别？很夸张，没办法说。两个笼子直接拿刀，你也神啊，这下。那这样的话，中场星河也不好修了。而他这把带的是一个失常，对。我说实话，现在这个追击速度，我根本没有想踹的密码机。求生者根本修都没修，已经要救人了。对。哎，给他刀，拦到了，大佛这边先拿到一个后撤龙的机会。对，12米回头，哇，但打到椅子了，哎呀，糟糕，打到椅子呀。星河这边救下来还是能给到刀，但是针对到机械师，那这样的话，因为他也是一个没有回光返照嘛，而且这把没有人能保他。开一下2阶，感觉我说小迪他这个开局走位还是有点没有想到吧，就是你能在这么远的距离去换追我。小迪主要也是在想，你都追我幸运儿了，那我这手本体可以出来去中场2楼去修。其实我还是比较建议，就是他娃娃留在红莲河本体去墓地等解锁，这样的话会安全很多的，能把自己本身保护起来。对，娃娃被处理掉也没关系，因为本身机械师还有一个娃娃在外面的。对的。那现在的话，市场就可以考虑一下了，中场密码机。他这里不着急了，不着急那也行，节奏太好了，没必要踹了。但这一场是有幸运儿在外面的。其实你看密码机破译的也很快，娃娃也在外面。是的，2分钟不到就要修完4台了。花瓷在这个点位站着，就是不让你出去。一旦你出去，我就这边后面秒救了。无伤救。解释的话，应该是找个角落修机去了。正常给到刀，然后外面奈奈应该是想要摸娃娃，但结果摸出了一瓶香水。不过还好，满状态香水可以中期抗压。他现在是香奈儿，对吧？佣兵的护腕，调香师的香水，他自己是幸运儿，再加个双弹飞轮，中期奏很稳的。那就看3个人怎么拉扯了嘛，因为其他人的话还是有回光返照，只有这个幸运儿没有。对 ，M2C 这边打得很好，想法是把波将技能先闷在手里。哎，而且接手娃可以捡。对，枪来了。对，要过来先把娃处理掉。对。但发现哎不对，脸上还有2名。找到吗？在这个板子，谁就在脸上。哦，看到了，视力非常好。笼子消掉也没关系，这个位置封一个黑龙，给刀。高了。再压一下大副，可以把大副下一块表逼出来。哎，感觉可以直接秒他，这个表都不一定。哦，算了，看一下他这张表该回头了，这一手市场得要考虑一下的。总不能一直不交。那这个技能到现在来讲没有打出收益嘛？一把枪，一瓶香水，一个道具先逼掉。那枪应该是看到了，那这个就来不及回了。不过也无所谓，是一个对1/2的一个伤害，但是有一个庄园老友的加速。哎呦，被笼子给吸了回来，而且这个时候没有反应过来交飞轮。看到奈奈是拿到了护腕，对的，而且手上还有一把枪。这个护腕加上枪有没有说法？感觉得留一留啊，因为看门将他没有回光返照，对，可能要打后期了。哦，一个片龙，八字漂亮。没毛病啊，但是你看最后一条密码机在很远的位置，能压好。但捏捏他有一个挂地下室的一个说法，对，并且奈奈是没有回光返照，看这波压起身能不能压到了。如果能压到这手针对刀，那奈奈枪和护腕就直接废在手里了。主要求生者你不好出去，因为这是跛脚羊嘛。来看一下，要等。在外面锁笼子，然后救下来，对，补一个，然后下来再补一个，打针对刀。哎，但是这个笼子好像歪了，
他们都不在笼子里，他这个伤害是不够的。是正常笼子。哦，是正常笼子。然后之前看到的那个是小笼子，在外面的，在那个边缘。对，一个笼子拉回来，但看一下两个人都在脸上。那还行。皮刀，莫士扛到可以。现在这个技能的话是完全没有用上，愿力也不太够。而且奈奈这边他是有枪的。看一下切闪，天飞轮，但是有点歪，很糟糕。那感觉这把保平了，没有什么想法了。对，保平打。这点的双板只能走8次处理掉。是的。看一下手里愿力不够。对，现在的话马上应该是有2个个笼子，2个笼子看看能而且莫斯的话，这里已经快到门口了，已经要过板了，来不及了。最远端先封一个笼子呢？来不及，试一下。来不及。这里要3个笼子吧，2个好像不够。2个差一点，你看，对，最后距离是差一点点。要3个笼放到一个2楼去，对吧？别让他压力那么大。哇，看到白鹿这边波将胜率78%。是的，高的，对的。是的。这手波选在了下面甲门的位置，也行。这里的话，你像木偶跟枪他们2个人都有压力吧，可以赶一赶。但调香师的话，其实他也要绕啊。密码机大概率封。我觉得调香师肯定原地修了。好，往右手走，想去找这手气象，也不一定，他可能就先把大副赶走。看到了，看到气象了。哎呦，漏脚了呀！那他这里是没有往远走，他直接在脸上等。对，在这个椅子后面蹲着，但是给看到了。那你这个追击感觉牵制压力，风可以还是有。虽然吹走了，但是这个身位的话要吃一刀。有波小加速还可以，看下一个笼子怎么规避。这有一个秒龙，手里看一下空调，捏了一个云过来，哎，这刀没打到，直接起云了呀。但你飞不出啊。怎么也飞不出这花花的世界。哎，你看这把气象跟我说的是不是一模一样？你云飞不出去，风吹完了，它从另外一个方向又回来了，挺尴尬的。对，气象6波角羊的话，确实是有一点吃亏的。看一下，哎呦，但是没有规避掉这一刀。太想去骗他跳楼了。是，这样的话没到，击倒速度也很快啊，而且道具都交的差不多了。不过好在说求者这一局是可以直接出来修的。调香师已经快把机子修开了，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没在市场，他如果这把在市场的话，那是真崩了。他去踹一脚调香师密码机，这把密码机肯定不够。或者说去中场踹脚救人位的机子也可以。对，这边还通缉到大副，回忆过来救的话还有压力。过客来，外面的修末世来了，现在好多愿力啊！你拆没关系，上面前来。再拿一刀末世，但这样的话，末世下一次还是有使用路易的机会的。对的。这个笼子没招到。差一丢丢，有点小糟糕。补一个笼子，看能不能把这个闪现逼出来吧。空调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闪逼出来。一个强风，有一点难，稍微有一点。回头，哎呦，强风没交出来。而且开了2阶之后，博养这个愿力会长得更快。不过这个时候好消息就是回忆还有一手花响位移，2波花响位套出来，这局密码机能够稳定3台半。通缉谁啊？通到末50的话还好。回忆这边已经贴脸了，大副救人还是稳的。怀表直接摇，再听脚步，停下在左边，再抽一刀没抽到没关系。放笼子的话，回头了，这刀打不打都一样。还得放笼子打，可以放，因为这个阅历还蛮多的。哎，无伤救了！哎呦，想再打一刀，结果没打到，大幅无伤救。打一波针对也行。有点糟糕，说实话，这波手已就很亏了。但有个暖雨，哎，在这个距离给果实上暖雨吗？他要硬回吗？啊，算了，算了，不太好，先把人逼走。不过这一波是对于白鹿来讲，他是丢失了外面的一手气。我感觉监管者要发脾气了，你当我面回状态，当我什么呢？对啊。可是处理掉这边，现在就看能不能找到气象了。对，很神秘啊，现在空调的位置。他刚刚是没有在看气象的位置，就说气象大概位置能排出来就在墓地里面，可是究竟在哪里呢？要花点时间。不好找，而且他有飞轮，他起得很快。对，大副已经压过来了。白鹿这波是有风险的。意识到，我觉得空调应该能自起。差不多70了，起来之后还有个飞轮，能看到吗？看到了，举笼子，91要起了，2-1很好，起来有个飞轮，笼子飞轮躲刀，
但是回头还是要倒，不过可以牵制很久了，就拖了一波。对，然后让外面木偶师还能再变一波路易。是的，调香是爽修啊。密码机的话其实差的不多的，这把的话平面还是有。就看白鹿这个节奏怎么衔接，手里还有个闪。通的人调香没有用，得通木偶师才行。得找木偶师，木偶师是挂过的。如果挂过木偶师，然后2个龙子直接冲到木偶师脸上，一个闪现处理掉，这把对于白鹿来讲还是有多抓机会。是的，要看一下再找，他知道木偶是在这附近的，不会走远，不会去独栋，因为独栋那边没有密码机。但过客位置现在其实挺神秘的，他绕到墓地了。对，哎，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这意识拍到了，耳鸣起来了，准备探点，探过来，在笼子内，但是没关系，还能再补一个，手里有闪。我的天哪！不，这是怎么排到的？因为过客要去独栋方向，独栋是没有密码机的，所以过客只能留在红蝶河，要回头去修这边的密码机。意识太好，猜得很好，真的白鹿想得太透彻了。这监管者简直上帝视角。就是这样击倒的话，手里这个闪现算是闷在手里了，对，会有点拖节奏。外围双修的话，密码机能够。但是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把人一挂，笼子上去把那个密码机一踹，我还有底牌。但你不可能说你人没救你直接亮吗？不太好踹了，密码机差不多了。他已经贴过来，对，不给你踹的机会的。那确实做的比较好，所以现在就准备去打开门战了。对，也行，也行，因为木偶师上挂飞了。白鹿这边想的是赌一波木偶师没有携带回光返照，是。要打针对，不着急，看一下。主要是木偶师的话，他现在已经是挂飞嘛，如果能击倒的话，那这把确实对回头。其实大副不太好压，他刚应该是有想过去找大副，但想了想不行，大副手里还有怀表。交一波路易再打，这个技能不能交，这个闪，技能要省，技能要省。对，一定要省，不能交。哎，其实可以把他路堵住啊，这个状态他交不了路易了。回来，哎呦，被笼子，还好，还行，那感觉没时间挂人，门应该是在远端的，试一试吧，挂上。挂吗？那门应该能开，不好说，没点了，害怕真点不开，感觉是。那这样的话，白鹿可以不着急，先去中了排一边。但是监管者不知道你点没点门，他应该会直接传。过来排到没耳鸣，直接传送落地，有个耳鸣，这个耳鸣能找到吗？在左手，对，往一边走一下，没有了。他玩这个耳鸣极限点位，意识到了应该。不对，这个耳鸣很神秘，是一个极限点位。白鹿的耳鸣是没消失过的，所以这个人不一定排得出来。他要花点时间。他刚才往右走的一瞬间是掉了的。对的话，其实就差不多排出来了。但是灯下黑，想在哪里不在独栋？这么危险的地方，居然敢藏一个人。往回走，看到了吗？逃完现在很神秘。耳鸣掉了，这端没耳鸣了，耳鸣掉了，放笼子知道方向了，放笼子去找呀。看一下前面，才看到脚印了。这里的话没有关系，还有3名香水加飞轮能去操作。飞轮先顶，但是香水回速还有30秒。回来其实点位还算架住了，哎呦，没办法，他回头看卡魔了，导致距离一下就被拉近了。而且这个还好大副能走。对。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稳定3抓白鹿，这样打出来一个3抓，可以说是直接第一回合5比3占到一个这个胜率，证明激进是有用的，33%的胜率还挺高。对于艾维来讲，现在艾维算是有点没落于，主要是。还是得看操作，他这边是赌一手，幸运儿是放在小木屋啊，但是幸运儿刚好在最远的地方，对，而且灯下黑，可以直接摸箱子。摸完箱子的，先想想看，一手怀表，一手护腕。来看一下，对于妮妮来讲，最好处理的角色就是幸运儿，是的，所以他这边把伊森调过去，先往幸运儿方向去赶，看一下幸运儿这边有没有在摸道具啊？再摸了，先摸一个什么？摸一把枪，可以。第一次学员应该是直接成功了，一发入魂。手里还有一个幸运包裹，这个幸运包裹可以看情况。这样的话，开局也没有确定自己的狙击目标，但是把求生者的阵型打散了，密码机破译的速度不算特别快。抓谁呢？现在的话，他在正3连这边找人，但3连这边的人全部都拉走了。对，感觉最后很多专家还是要找这个幸运。陶片一拆入殓是能够直接把中场那台机子修掉。奈奈的话还在修，看一下奈奈这个位置要准备了，有一手护腕的，护腕加枪，真的是个兵啊！也不用交，对，很稳，不着急，59青石头还没到危险的时候。对，往前面走个大空地，考虑一下这把枪怎么交了。拉点，
然后还有双弹，对，还有飞轮效应，只能去中场干扰一下小迪。哇，感觉太难追了。没人能碰啊！先交一个板弹，然后等下还有双弹。对，交双弹，你到时候第二波技术手里还有飞轮。哦，再换。那现在节奏对于妮来讲不太好，他没有一个稳定追击目标，这个闪不好交。这个守门人更是追不了，碰不了吧？我感觉妮现在追守墓就想着看能不能闪现去打断下铲，但是有点难，只能跟一跟，或者等他出土，然后看能不能闪现一刀接近喷秒。对，或者直接打。有没有想？还说想跟着喷，喷到了，哎，喷到了，再打出来可以。这样的话，14人应该还能再喷一口。那第一刀是稳定赚到，但是第二刀不好交。首先是守墓人能拉开身距，这个闪现没身位；其次是人家有道具啊。他是不是想直接闪？闪，哎，断可以，可以。但是12秒真空期还是那个问题，第二刀不好上，只能凭一根闪。那也没办法，只能这么追。得要博弈一下，看这个闪现怎么交。秦河很聪明，拉远，我不给你闪现身位，等到我第二个铲子好，我就 OK 了。这个铲子不能被打断，只要不打断，守墓人的牵制是很稳的。他太稳健了，完全不给你机会啊！对，这第二个铲子交上去，密码机奔着3台去了。干扰一下这边在破译的飞行家。虽然说你这波能击倒守墓，但是守墓人拖了很多时间。回来终于击倒，但是你看2分40秒拿到第一波击倒，感觉密码机都差不多了。是说要新修的余量也其实控的差不多，而且还不用救人。对，哇，入殓师这已经可以直接反身画上了。哎，二阶传到墓地，现在没人了，有点糟糕。二阶手里捏不住人，没有侵蚀传送，那现在守墓人的处理得交闪。他这个传送的话，导致他自己这第二波要把自己的闪现打出来了。闪交出来就看接下来求生者怎么去应营了。幸运儿外面一把枪，一个娃娃，修得很开心，而且他还可以来救人，他可以拿枪去保人。对，幸运儿太牛了，外围马基压满就压好了呀。外围3双手，这个幸运儿的娃娃始终干扰不到，而且之前也是在花瓷脸上一直在经过，但是没有干扰花瓷，从而导致花瓷炸机子也很多。他现在可以顶着你的陶片修，太多了。摸什么？他应该是可以尝试来保一保了。对，出发了，密码机加好，带着球过来了，幸运儿。到时候球是可以给守墓人的，先一枪开枪救人，但守墓人把球拿到了，点球，毁了，4个人开门战，然后侵蚀传送交掉，但手里有人还可以接受，对，还可以接受。入殓师等于把自己卖了，对，但是入殓师是新挂呀，哎，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小门他管不到，而且星河手里有球，这把还有化险，小门开了，感觉3跑了，对，化险为夷在外面，这把真要争吗？其实争不太多，他拦不住啊，争不到的，他这怎么拦？看幸运儿，看幸运儿位置有飞轮，但是没身位3跑2围，而且还是在 WBG 选的地图。哎呀，追幸运儿就看赌点能不能赌到。幸运儿这手也可以考虑把它放在就像上一把一样危险点位放红毯。对对对，而且红毯下来也有箱子摸。不过你要说的话，放小只算是到监管陷阱里面了。得到了。对，因为白鹿是想着保平的，我打常规选点就可以。这个时候如果说 M2C 不打。来吧，看一眼白鹿这边的追击目标，应该就是幸运儿，不会有任何的问题。肯定要找他的呀。幸运儿的话，你的16压力还是很大的。但是这边套完的一个运气也非常不错，包括拿了一手枪，可以堵到了，堵到这手枪可以的。把自己现在当空军打，回速给枪没问题。但是接下来的话，你幸运儿就是一个白板，开局20秒直接变成白板，牵制压力还很大呀。位置的话，这个窗户还是比较长的，没有那么好套路。前面应该是要吃一刀了，因为这个时候飞轮还没有好。对，然后看看接下来这个闪现吧，怎么样去博弈这个闪现倒是挺大的一个问题。这个飞轮得尽量去留住来。不过好在说幸运儿的点位在墓地，需要白鹿去踩的板子还蛮多的，长板太多了，所以飞轮是能够稳定。在闪现好之前省下来的，就看这个闪现怎么博弈了。感觉白鹿这里的话应该是要省。哎，这个是这样交吗？那不省了，那不省了，闪吧。哎，这也省吗？这要等吗？回速。哦呦，还是得交啊。对，那感觉不如刚刚交啊。哦，
早用早 CD 嘛。不过现在也可以1分15秒击倒密码机，也是大概2台半多一点点。对，哎，这里气象已经贴过来了，贴得很快，密码机停滞的还算比较快的。气象带着化险为夷。那说实话，这波气象来救，气象的天赋有可能会暴露啊。但是你肯定管不了气象，还是得追这个。只是现在伏笔会有，因为幸运儿倒地的速度算是比较早的。有人在椅子上，他吹不动。感觉刚刚如果跟着风一起来，可以盖个板子。对的。那这样的话，幸运儿直接往脸上走，不给双倒。但你想想看，气象带化险为夷，那你气象什么天赋？总不可能是单化险为夷吧？哪怕单化险为夷，我开门战之前也能处理你。是的。所以白鹿如果能够顺利处理掉幸运儿，那下一波追击目标就会放在气象身上。看一下底牌，直接切，应该是切成传送。不过他这把毕竟只需要平局嘛，所以我可以打一个针对。是节奏现在对于他来讲还是比较稳。靠这个古董伤。古董来了。对。 一棍哦，2棍点到了，可以。还有第3棍，第3棍再补一下，漂亮。第3棍没有中，看一下扛刀吗？打到侧刀了，很漂亮。侧刀是一个从右往左打的侧刀，精准的规避掉了这边的一个古董伤。感觉白鹿对这个刀气把控很准啊。那相当于古董伤过来没有拖特别长的时间，因为他3棍全交了嘛，所以我就可以放心挂人了。然后你看密码机还停滞了一小段时间，因为古董伤加上气象跑图还是会花比较多的一个密码机进。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就是古董伤 OB 是喜欢留一棍的。 就防止这种情况，对，尽量看2棍，然后去扛到第3棍倒不着急了。如果说没扛到的话，我还有1棍嘛。现在密码机对于 WBG 来讲是不太够的。哇，要打针对了！要看一下，不管了，我就打针对，就不给你控制震慑，还搏了个震慑，非常极限。那现在套完手里一个飞轮，看能不能博弈到。那这把感觉不仅能平啊，甚至后面有多抓面的，就看套完能不能活。是的，回头飞轮交掉，了，动伤来了。哎呦，越位断了，可以这是一个传送，还得保，接着得保。对。 得等佣兵起来，然后2个人一起去合修。古董伤又得扛，又得打棍。这板下的话反而不好扛了吧？感觉。倒还行，点位对于古董伤来讲算是一个好操作点。哇，套完这个板去博弈，哎呦，打到了！但是白鹿的侧刀还是那么准。没关系，密码机不够，可以去压过客的。飞轮过来，哎呀，最后一棍空了，完了，捏着。 以为白鹿会直接放下来，但是白鹿打一手反心理，但是也没办法，你想一下，这个密码机进度你拖不够的呀。对，那现在话手里有手传送直接落地，没有人，没关系，人走的不远。而且对于他来讲，他现在我随便找一个人追，对吧？首先是吃了震慑的佣兵，半状态我可以尝试处理。其次是你化险为夷暴露过的气象，你总不可能气象带化险为夷加上回光返照。 所以你要么就没双弹，你要么就没有回光返照，对吧？这波强风还没交出来，直接倒地。我怎么都是赚的。对，这局对于白鹿来讲不止平局。确实，感觉是这把要奔着3、4来。对，先奔3，因为你还看不到。目前这个密码机进度的话，你救人也不够，而且古董上没道具，开门阵点门是个大累赘。白鹿的话，他应该是意识到了自己这把能赢。所以再排。 想着去争一个多，把自己的多再巩固一下。对，右边没有，就在左边。耳鸣起来了。哎呦，已经找到了半状态的回忆在里面，脚印漏了。那到时候道具也得交。这换的话省不了。对，没什么换，赶紧交啊！还得再交一个贴过去。得交满，而且气象过半。开门战又是没道具的。哎，气象没有回光返照，还过半了。对，佣兵开门战还没道具。只要这刀打到气象身上就是多抓。 大概率还要4，为什么佣兵开门战不一定能6的？对他得直接亮，而且尽管这手里传送也好了，还想弹佣兵，弹佣兵可以没问题，佣兵没道具，佣兵要直接倒，对这个位置牵制不了。哎呦，恐惧震慑，手里传送要好，外面战争后遗症要叠满了。回头找气象，气象其实走的位置挺远的，但是没关系，我手里有佣兵，还有传送，传送马上好，传送落地，过客也没道具，飞轮还差这个板子没有下，了还可以。 但是他这个飞轮还没好了，难以牵制。看这个飞轮能操作，可以直接过板，能操作过客，能站出来。哇，抽到了，坏了。那这个门点一半，另一边的门没点，气象还得回去。好消息佣兵有自起，对吧？坏消息是白鹿来得及，他们好像没有任何的3面。对，白鹿来得及，白鹿绝对是跑过去来。而且白鹿他这割序过去真的快啊。佣
兵得教自己了。他爬一爬还不叫绝处逢生吗？他假装自己没自起是吧？那不对吧？你又没教过。没有，白鹿视角里他应该是教的，有可能的，对，是有可能的。他在装没有自起。嗯。哇，这回忆差不多了，脸上的那个隐喻回溯都要消失了。这演技拿奥斯卡了，等会儿。可以，佣兵要回去救人，但是没关系，这边到时候上挂飞。可以救，可以救。对，另一边的门点一半，有机会能。哎，我觉得两个人直接冲门搏一搏吧。对，保平吧。冲啊！冲门，冲门，冲门！再冲！怎么说？门摸到了没有？还没摸到。快快快！勇敢勇敢，我的朋友！哇，但是白鹿这个速度，50门刚点，感觉来不及啊！我的天，这就是歌曲。古董上来送毒，没顶到，完了，佣兵要倒地，佣兵倒地之后，古董上点不动门，自抓啦！97的门。打了1万个恐惧震慑，最后拿下4抓，那么就让我们恭喜 M2C 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2比0拿下对手。博洋发挥空间不像唐人街永眠镇那么大啊，但是的话呢，依然有不错的一个发挥。因为这样地图的话，他骑勇者很轻易就能溜到。的话也是魔术师以及教授这2个角色也不好碰啊，不好追，不好追，但是也只能追，要不然去碰大副，或者说。千里迢迢去找气象也不太现实，对的，还是选择自己喜欢那个角色就开始追吧，对吧？别考虑。好，直接去找魔术师的麻烦啊！看一下小铁这一波的一个牵制，先往中场的窗户方向去拉点，但是没有走窗，到了3连的方向啊，小推的位置先摸一下密码机，然后兔里面这边跟着脚印去找。感觉他的这个天赋选择多余，还是要去找气象，因为气象这边大腿密码机锁住了之后，把对来中场了。对的，那阿策只能往中场带。你看一下，翻过去正常翻，然后这边愿力已经攒了很足了，在空地这个笼子，选择交吗？考虑交一下吧，还是要平地先追上拿一刀，看这意思是。哦呦，拿了一刀，交擦刀了，阿策。是的，那还是很赚的。不过这个笼子的话，这边这个走位不太对吧？对，这个走位。他已经看到兔之鸣去往笼子的另外一侧走了，为什么他还是往反方向走了呢？应该保持居中啊。对的，那这边再造一个围龙。哦，不过好在这一波博弈是博成功了。这波8字龙没走好。张伟轩手上有强风，哎，围龙可以规避掉了。对，围龙这边有闪现，再来一个围龙。过来菜龙骗到，再给一刀，没办法了啊。那其实这一波牵制的话，比我们预想中要久一点。对，要久一点，因为我们前期毕竟是有一个失误嘛。但是的话，其实前期有2个失误，还有一个举要擦刀，对吧？另外一个走位上的一个失误。但是整体来说也是溜了2台半左右啊。前面的话说明 GR 他们的密码机修的速度还挺快，但是没有逼出技能。这个点的话，可能就是赢局和平局之间的一个差别了。因为气象很难溜起来。对的，那手上都好，给到一刀，而且不是第一时间救的，大副优先自保。阿策这边牵制空间比较有限。哦呦，这一刀拿的非常的果断，没错。但整体的密码机进度是不会慢太多，对，不会慢太多。教授是已经顶到墓地的位置去破译了，对。但是阿策这边的被挂飞应该已经是一个必然了，对的。密码机的话很难说。够到5台，而且的话他也没有带回光返照，我觉得应该是让大副再进行一波救援，然后让教授这边进行一波救援，对，然后大副过来补密码机。对，教授这边的话救完人可以跟着跑一跑，保一保，而且墓地这台密码机得要，还不能放啊，尽量往外走的同时呢，让红毯的人回来把这个墓地密码机修一下。对兔子一鸣来说的话，尽可能我觉得在手语上面去多拿点状态吧，尽量先拿一刀，对，先拿一刀，多拿状态，对。在搏，这边无伤救下，但是要扛刀，扛到了，扛到一刀，但好在是不是鳞片啊？对，那这边的话，向雪手上有道具，先让他自己牵制一下。这边的一个回龙走位没有打到，还在博弈走位，哎呦，南瓜吗？打到，不过还好，最后1秒打到了气象学家。那这样子的话。就急不得了，墓地这台密码机也不用着急来人了啊，直接外围起新机，因为可以看到教授在吃刀救之后，并没有打算保这个队友，但是的话，
就导致墓地这台密码机可能暂时要求去起新的。不过传送交了之后，墓地可以继续修了。对，哦呦，这刀打到了，那这样情况不一样很快。对的。不过离遗产机还是挺远的。主要它的能量直线很高，你们要密码机的位置是能确定到来的方向的。对于他来说是有一波打拦截的说法。不过小铁已经接近了，这就是小地图的一个好处。对，看一下小铁的位置。 是想把人往回挂吗？还是尽早挂上，营造一个开门战挂飞的一个说法？对的，对啊，尽早挂。如果硬往遗产那边牵的话，也可能会产生一些变数。他的一个反应。哦呦，哎，这边但打到一刀，砸板，那这样的话是一个秒救。对，再蛟龙过来。 回砖这边拆龙拆掉了，但有个板交互的机会没有搏到，直接板打到了吴昕。是的，那趁这个时间先把人挂上。小铁这边得贴点救了，因为密码机马上压好，而且剩下3个人都是有回光返照的。选择不挂，哦，要去哎，直接亮了，这是想是往地下室搬，他是，但是 GR 这边时机把握非常好，直接选择亮密码机。兔子明这边手上没有节奏，那这边小铁是2个魔术棒的，手上还有飞轮。对，地窖就在墓地，很难击倒。不过好在小门还没有点。原理值的话，只能够放一个围龙。对于这边看能不能放一个单向。对的，想放单向。哎，魔术棒交出来了。交了，跟钻。 走一个再钻，还在往里钻，飞轮先躲，再交。哦呦，冷却没续出来，就差几秒的一个冷却。对，但是那边的门是可以开的，而且他选择了先去挂上魔术师，那这个平局应该是拿下了。没错。好的，那这样的话，双方第一局上半回合战罢啊，这边双方互相保平，犹豫的。其实对于这两队来讲的话呢，也是先以保能使对方的队伍元气大伤。 没错啊，真的是，而且这张地图其实不角羊打起来也不是说那么特别舒服。你看到之前的话，他进墓地之后的几个围龙，你会发现很多一些障碍物会影响到博角羊的一个判断，对吧？好的啊，墓地方向刷新，然后直接是往红毯的方向走。但是红毯的话呢是狮子的木偶师。 其实也算是比较克制到博角羊一个牵制位，而且在空地上的话，你这个笼子距离把握不好追的，所以上来解决一下谁？要前锋吗？博角羊追前锋其实倒是有说法，但是他既然选择带兴奋，我觉得就没必要了。对，而且放你在外面的话，你破会比较慢。没错，对吧？绕了绕还是找磊对吧？你看这一局啊，3个化险为夷，然后再加上2个回光返照啊，同样还是找向学校开刀。 封住，罩住了。哎呦，这一刀好极限呐！对，差一点点。一个回身走位，但感觉是有刀的，还是有刀。其实这个笼子已经快消了，啊，还是挺极限的。感觉交道具吃到还是有点亏啊。是。看第2个围龙了。对，第2个笼子的话，还是尽量要规避一下，起码活过2个龙，2到3个龙这样子啊。这说是3个龙。 年轻空地这里好像没办法躲了，先交飞轮，再来个强风，但吹的距离好像反而推近了。对，因为你往对方就是往对面过于的去吹的话，其实是离自己越来越近的。这个是一个循环嘛。哎，一个紧急掉头，但是还是有一刀。对，那这边的话还能挂上，还好这只是个半刀。对。看一下星辰这波被通缉到了。 过来，还在骗，钻过来了，给到一刀，哎，堵位了，这边有飞轮，那只能先撤退。能撤吗？能撤吗？拉球，再补上一个围龙。先管一下椅子上的人吧，要不？哎呦，这边人被救下。对，管一下椅子上人，一会儿椅子上人跑远了，前锋这一波就变成了你的集锦变成他的集锦了。是的，对，这波故意吃刀，说是。 啊，也要走一个8字龙到另外一侧，但是这个笼子太大了，这个笼子半径太大了，这愿力值不够，对，愿力值不够。不过马上又够，哎，没事儿，放一个龙。哦呦，没办法，这是每一个气象学家的宿命嘛，这是。啊，强风解除哇，替换擦刀动作，因为它毕竟是有前摇的，你需要去预判监管的一个出刀才行。对。来看一下这边把人挂上之后，外围补完状态，啊。 但算是有惊无险吧，因为上一局如果说刚那种情况下，前锋但凡给到机会的话，这一局可能就对，应该面临一个板上钉钉的夺抓了。对。看一下狮子这波过来救援，但其实星辰的这一局的前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费力，但是没讨到好。这个还是挺痛苦的。对的，这个围龙2个人罩住，还是要莫师把这个化险为夷套出来，然后给到一刀。哎，不过刚才的话没有选择帮忙去拆一下笼子。
打一刀，弹头的状态。哦，牧师这边多摊了一刀状态。 对，但是磊磊那边倒在角落，兴奋也好了，星辰这一局就没有办法发挥再作用过来，对，应该是能排到位置，肯定往角落是要找找的，因为这个点比较常规。红教堂地图毕竟还是小。因为他也在，哎呦，哎呦，很大风险，哎，想来了，但是还能挂上吗？感觉不一定能挂上了。 应该是能挂上，够呛吧？有底牌啊，还是挂上了，对前锋，对，全毁了吗？这不是？主要是他带的兴奋，你盖板没有用，是吧？手上有飞轮的话，我觉得磊磊是不是没带摇啊？感觉不是很努力啊，这个摇的，确实是吧？我觉得天赋上面可能会带一些像奖妹之类的，有前锋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带一下摇的，对，还是能帮助到一下。而且星辰既然已经决定跟了。 但其实外围密码机这一局跟上一局差不太多，差不多，但是他不好救呀。唯一一个问题点在于什么？木偶师的状态是可以续的节奏，给到一刀拦截到了，这边还有2个围龙的一个是的节点，看一下升空，但是没用，再过来再给一刀，那那边木偶那边过去救，但狮子的话，他这个状态也救不了，2个围龙赶到椅子边，非常的准，还在小房呢，他其实离得近也不是啥好事儿，对。 离得远的话也救不到队友，这局的话应该是悬念不大了。是的，因为刚才没看错的话，应该是墓地的密码机刚亮，所以说这个位置直接就排出来了。主要是飞行家被拦了，也确实没办法。嗯，好，飞行家起来想来配合木偶师救一下这个人，但是进度条不够了呀，淘汰进度条应该是要飞了，淘汰掉了。对他直接是相当于一个笼子把。 前锋给保护起来了，不要让其他人接近啊！这样子的话，这边飞行家交过自起，那对于年轻来说，只要击倒之后就比较好去扔4了，对，扔4抓了，还是慢慢破掉，然后积攒一下愿力。过来前面的话，看一下要不要交喷气背包啊？还是先交了？但这个背包的话，没办法进入到交互点啊。另外一侧密码机小门那边才60，直接底牌切传送过去是狮子。那这一局的话就没办法了，狮子这边，除非说是把队友倒地淘汰进度6完，对吧？但是还是很难，带走。好，那这样的话，第一局战罢 ，GR 这边是7比2领先啊。是的，目前来说是吧？守门人的话，毕竟对于路头的克制还是挺明显的。是，比较明显的就是把你的小兽跟空军搬掉，放出你的古董商。对，这样子的话也可以让你古董商进入到全局。没错。然后我也可以拿出一手路头。如果这一局他可以去争取一个3抓的话，给到第3回合的一个 BB 可能就稍微会有优势一些。对，还是可以去追，比较好突破一些。对，勾过来的话，你只需要出刀，而古董商需要滑，对吧？就是你们的操作同时开始的话，其实路头这边是更具有优势的。是。看一下这个悬点应该是已经锁了啊，往中场方向先压迫一下佣兵，然后右拐找一找古董商。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先是往中场方向溜达一下，然后压迫一下佣兵的走位，让他也别第一时间摸到中场密码机。是，但这边左拐去红街亭。左拐吗？他应该是看一眼，哎、好像丝毫不考虑古董商啊。找佣兵啊，那佣兵这个护腕交了。对的，第一段沟的话只能赶路，而且赶的路程是稍微有点短。这段沟，第2段沟感觉比走着快点有限啊。对。没事儿，但是起码目标是对的，对吧？他还是要找吴昕吗？要找吴昕吗？他就这么不想追古董商？我觉得这一波其实有点断掉自己的节奏啊。是，这波拉点的话，佣兵相当于在中场插了个眼呀。是的，是吧？四面八方都很照顾到。卡梦没想到他这一局成了修的最舒服的人了。全程都没有，又回头了。但这边的话，吴昕其实还是能，是不是还是找吴昕啊？还是找吴昕啊？来了，第一段勾交出来，那再交互腕。路头对于这个救人位的追击是有什么说法吗？移形留了一段勾，有一段勾到了，但是节奏一般。其实说实话一般，因为现在是毕竟交技能去拿的第一刀，交技能加交辅助特质去拿。是的。然后阿瑟这边还有个棉球，哎呦挡住。然后再续个蓄力刀，哎呀，路头这个蓄力刀真是。其实对于求生方来说，打路头有个很关键的点，说在于他的后期是能去扛的。是。抓佣兵就有一个座椅比较久，以及会让外围的密码机破译的更快嘛。
主要是感觉这前期哎大帅，哎，阿策上天的眷顾吗？这是给到一刀，而且阿策手里没道具了。是的，很痛苦这一刀，然后钩子还是好的，前面进双11，有钩的机会，拉近距离，交一个弹射走，小明再过来帮忙。但是这边已经交过，强风又断了。这样子的话，看一下，现在觉得有飞轮，先交飞轮，交飞轮反应有点慢了，兔志明这边。对的，哎，搏到了盖板，化解了这波危机。哇，有来有回啊！好，直接一波还有断钩，能预判吗？看一下，直接一个强风先推，这是提前释放强风。但是强风它的这个特性就决定着，即使我人被勾过来了，我强风的推你的距离还是一定的。没错，非常夸张。那这样子道具的一个运用的话，是给到了很不错的前置机会，再来搏一这钩子。勾到了，那没办法，勾到了。对，没办法。那这样的话也没有选择翻过去，少给点存在感。地下室在墓地啊，那就正常挂。但是的话，佣兵这边状态不好，这一局可能只能让古董商过来救了。古董商过来救，而且这边还挂到一台遗产机，佣兵那边赶紧去和阿策调一下状态。古董商依旧，然后2救的话，佣兵把化险为夷给套出来。但兔志明的话，怎么能让他们直接摸呢？啊，可以直接摸，摸吧，没事。那来守这波卡梦的椅子啊。没错，这波博弈还是不过直接交钩了，因为古董商的话，其实他也很难去打钩子的震慑，他可以打断嘛，毕竟。扯，救了，打远2棍打开，那看能不能拿卡梦一刀，先开个2阶啊。飞轮先出来，勾到。哦，那把卡梦留在这儿了。是的，但是现在换挂的话不亏其实。对，但是对于兔子来说，我觉得是把人挂上之后，尽可能还是要移形去抓这一手小夜明。我也觉得，因为你毕竟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把无形的化险为给骗出来。对的，再移形过去。行过去。等你移远了一点。有点过，但是没事，2阶勾。还是能找到。来看一下这个强风了。强风直接推，预判了一手，知道你要丢强风了这一次。是的。那再给一刀。不过好消息是带走了遗产。但这波佣兵还能再救。对，有一手针对的说法吧。这边再往遗产那边去挂一下。独栋那边2台遗产，看这意思是。对的。阿策也过去补了，无心再过来救。这一波的话，其实过去看能不能给遗产一点压力，要不然对放夹子就行了。因为前面飞轮是交过的，补2个夹子，再回身。古董商在修啊，放了跟白放差不多。交棍就行了，看一下。哎呀，够了！哎呀，那完了，那扛刀开始了，这就是路头的最难受的一个点，在于扛刀。只能回身管密码机，管一下卡梦，因为卡梦的话也是一个半挂，如果能把他留在独栋，也有说法。对，这边板正那个博弈，看一下出钩，利用战互想躲，这边一个小走位，直接扭掉钩子，蓄力刀，吃棍子打了，对，很冷静。把这个板子下掉，那边遗产机在修吗？没有，应该是补状态，然后再修了，摸到了，摸到了，而且是几个人？哎，3个人都在那边吗？那很努力，2个，那边还有一个 S 板。这局补好状态了就走了，他毕竟还是一个上挂飞的一个状态嘛。没错。那这样子的话，密码机挂过来之后应该是要压好了，而且底牌也暂时没好，压好了，贴脸就来。看一下这边，阿策也没有道具，但是这里还在纠结，但我觉得正常手椅吧。是的。哇，兔子这边也是很紧张啊，这边做判断。啊，他要等 S 板吗？难道啊没有，还是等打到针对，密码机直接点亮。但是大家手里有道具啊，这里我觉得可以先去搞一下唯一一个没道具的阿策，看能不能把阿策快速解决掉。阿策也没挂过呀，关键是。对，但是古董商毕竟很难追到嘛。对。哦呦，还在躲，完了，勾到了。对的，翻过去，但是被震慑了。但其实这个时间点勾到的话，已经走远了，人就走远了。对，必须要快速的解决才行。能不能看快速找到其他人啊？这个人的话是2个人一起在卡的。是的。佣兵这边给门的压力，然后古董商的话在中场给压力。耳鸣，小暗明那边可能也要出来。这个耳鸣就会让兔子一鸣这边去管门。这边得钓鱼，能钓到吗？钓到了，终于看到你了。
不太好躲，还是躲开了。又是一个走位，移形过去来关找门。接，但这一波收到没收到？钩子交过，先锋夹子再钻回去。但火在那边一个满挂真的非常难受。钩子好了，这边还在博弈，那边救下来了把人。飞轮在手上的有想关一下门，想点门，想救的门。哎，这个翻板，但是没事，也没啥办法。对，而且佣兵也没挂过，要不这局的话，就是也是把这个控场进行到底，你知道吧？就每个人必须得挂一次，然后的话，就求生者这边可能就会自乱阵脚，可能兔子这么想。你看现在就是乱了吧？哦，但是找到过的这边火箭调查员，哎，刚刚是过半了，多好，对，刚刚是过半了。那这局的话是有一个平局点的，99的一个状态。是的，顾上点门，而且气象这边没道具，要改没过半。刚才火灾是没有过半的。哦，那这个平局就不好说了。看一下卡莫这边能不能挺住。手上有飞轮的，还有棍。哎，飞轮交了。哎呀，这边是真过半的呀！棍出慢了，这边是挂飞的，这对，这边是真挂飞的呀！挂飞，救人，99的门 ，CD 了，满状态的人过来这边，不管这个门了，不管这个门了，小宁再给门的压力，然后另外2个人往另外一侧走，感觉钩子的话应该是能拦住的，只要中间不失误。看一下，勾到谁都行。有说法吗？第2勾，哎呀，勾啊这是，哎呀，啊没事，还行。这电车，哎呀，电车完了，啊，那至少能留一个。没事，这个怎么打这么惊险呢？天灾啊，这天灾没办法。就是还是棋差一招啊，没有算到在开局8分半的时候电车的位置。这局感觉兔子一鸣是真的尽力了。这种局我觉得没有轮到他，就是这个破轮出场的时候啊，因为毕竟是保平也完全能接受，是对吧？但破轮的话稍有不慎，就可能会被多，对吧？稍有是白板差不多，而且的话，他的那个被动对于破轮来说也没有太大的作用，毕竟我悲观也不是那时候有，是的，所以前期追击的话，不过看起来教授这。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直接变身往甲门方向走，然后到 S 板左拐的话呢是磊磊。磊磊已经来到了出生点啊，这个地方也是破轮一个比较考验熟练度的点啊。因为这边的话2个长窗，对，2个长窗，而且的话这边有一颗柱子。哎，第一刀拿的第一个，这交匀了，交这么早啊，也是让年仅的夹子感觉没有那么好扔。对，感觉也是规避第1刀吧，但是这边的话其实道具 CD 了，而且第2个夹子好了，没有夹到，那要变身了吧？应该要再变一次。又交一个道具，那对于年景来说，哎呀，赚呐！因为它落地的时候是垂直落地的，其实反而成为了一个固定靶。哎，3根刺，这边轮形态把板子下了，是为了干嘛呢？他可能预判他提前变轮，又交一个，就感觉给你对。过来3根刺啊！你上次的熟练度是挺高的，但是这个车技的话，完了，再要上电车了。对，要上车硬说了，不敢变身，肯定没上去啊！双闪现，这边的话有个高低差，所以说还是选择对。但这个击倒节奏其实不是一个多抓的节奏啊，而且外围的话化险为夷都在，这个节奏甚至求生者运营不好的话，还能在年轻手里边争多呢。没错。外围是有2个化险为夷的嘛？是的，找一下来救人的狮子。哦呦，第1根刺上的很快，仿佛能够看到。哦呦，要上好惊险才行，好惊险！到那先放椅子面前的一个夹子，往外去出刀，给到一刀，吃到一个减速，开出了2阶，再变身，找一下雷。想打狮子双倒，但是没有打到，点到开1阶，想给一个尖刺压力。那这边的话，一个吸血悲观的连招，应该是要还是最后1秒往回挂，但是把板子下掉，然后再往前爬一爬。磊磊这边也不太想往回挂，因为狮子的话，其实理论上来说它是最后一台的啊。对，到了大副，那过去应该是要干扰一下狮子的，先给个眼吧，然后再去手椅。
这个演也比较极限啊，来回一来一回，其实也是差很多的。没错，这一局想争3的话，确实大福台密码机的进度有点不够啊，可能要求星辰这边要做点事情。刚才放了一个板娃。 哦呦，围绕这一波直接贴膜去6，最后是一个巧妙拐弯。哦，扛到了！这波再变身，再找磊磊，但是大副确实是修的太慢了，是感觉磊磊有插眼，比较难顶住啊。这的话，你要捏倒了，捏倒了。 这边来抢摸吗？这个不太够吧？给到一刀，这够不了吧？这抢摸，再来一个盾，再来一个刀，牵起来了，这盾。但也行吧，没事，起码毕竟底牌你是切了。我现在拖的密码机约等于说我开门战是有一个3人的一个局面，没错。但是回光返照这边记者是没有的，但他有飞轮还好。也通电了，先交出一个1级。 哎，没撵到，那飞轮也没交出来。飞轮，哎呦，预判了，防视野的悲观，可以。星辰这一波很有操作，反线的博弈。那这样的话，应该击倒了也来不及管门了。前面的话，给到一刀，插眼变身，叫就在脸上，你必须挂。对，还挂的话风险太大了，可能要爬地窖了。对，风险太大了。没错。 那这样的话，破轮保住个平局，其实对于年锦来说，哎，狮子这边还有想法，有说法。真3知道这一局不能给你拖到后面，哎，可以燃起来了 GW， 燃起来吗？燃吗？燃。等一下，2个人一起来救，但道具其实玄方这边不太多了，一个怀表还在扯，逼他变。 击倒大先捏，但是这一手拼反应吗？那我不出刀，等他过半不就好了？哦，一个扛到了，好飞，再变轮。但我觉得这里拦住的话，其实还是出不去。但大副那边的事情应该是能拖起来的，我觉得是大副那边能拖起来，然后应该是能走的。对的。哎呦，夹到了。 那这样的话补上一个眼，要不回去再找一手大副？我觉得还是挂吧，没必要，主要是挂飞。对，那这边好像是卡了个极限卡半的，继续往这边挂就好。要不再燃一次？得走，不能燃了，不能燃了吗？啊，又来燃了，再燃一次。但是这一次记者能够走的点在哪儿呢？地窖。 那教授，但这一次他要刷飞轮，他要把那个飞轮刷出来，把现在的飞轮刷好，有机会，你别说，真有机会，他有奥飞的。然后教授这边只要自己的反应是够的情况下，一个飞轮一个鳞片是足够出门的。看一下，这边是向记者出门，然后教授走地窖，教授走地窖，但是教授这边能否做到呢？有飞轮，哎呀，那你这个。 确实，再燃一次，不能这回真不能燃了吧？这回好吧，还是先保平。对，因为这个难度还是太大了。首先来说，教授和记者都没有位移性道具，是，其实有机会。对于教授来说，一端飞到另一端的能力，再怎么样也虽然说控制多，但是我带兴奋之类的，还是可以规避掉。是的，是的。所以的话，这个角色选出来，就让求生者的撕跑面是进一步去降低的。 整体来说，歌卷这张地图虽然不强，但是把目标缩减到只留1个的话，那么它还是非常优质的选择的。对。来看一下，好多箱子那边等着他，也是。那上来的话追画家，其实画家要扛一扛压，而且万一画家还带着一个化险为夷的话，也不是什么好事。不过我觉得选那个点的话，可能不会带化险为夷，要不然的话就选医院里了，对吧？当然选那。 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直接去人皇方向找一下画家，画家已经往木屋去拉点了。冲过去，画家的话没有带化险为夷，那么他这几幅画还是在16的时候就交吧，因为后续的话可能有幸运儿帮忙去摸一些道具什么的。回溯过去，一刀拿了，但是画还没洗出来，吸出来了，可以画了。哎呦，
因为他最后又回去看了一眼，很惊险、知道吧？回这个距去看了一眼。离也拉不开，导致这边的单板博弈进入的非常快。看能不能放一个满画出来啊？能放一个满画，这边年纪的话也被化作吸引，直接往废墟方向，趁着这个时间转点。是的，而且吸引之前还断了一次影月啊。进入到废墟的话，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空间。但这里幸运儿是不是出来的有点早啊？但是幸运儿为什么不交球呢？感觉可以交球啊，是吧？交球的话，直接拉到木屋，这刀吃不了啊。刚才。对的。现在有一个闪现击倒的说法，看一下。太交球了倒是，但是还是逃脱不了闪现击倒的命运啊。直接击倒了，就是感觉，哎呦，怎么哎，这个好像新生命。新生命突然间诞生了一个什么东西？幸运儿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在危机时刻他就把道具都交出来，你知道吧？平常的时候他就留着。确实，他可能刚才是预判这个闪现，但是我还是觉得当时换追幸运儿的时候，直接拉球到木屋没这么多事儿，对吧？到木屋的话，板子下的我觉得甚至他别出现就行了。对，因为当时让画家自己单人牵制，我觉得会更好一点。对。现在的话，画家一个半状态，然后加上这边幸运儿击倒，其实还是比较快的情况下，节奏的话肯定是4跑是够呛。对的，道具还交挺多。对，然后这里再进行一波拦截，但是速度过来非常快，正常救人。然后不去双挡，木板子要留吗？木板子留命就没了。要想办法把幸运儿给换出来啊，因为幸运儿在后期的作用性还是更大一点。对，但是好在画家手里还有一幅画。幸运儿，我觉得下掉木屋板子，然后交个窗弹射什么的，是不是能稍微再撑一下？他们就感觉好像想找个位置直接倒了，就觉得可能想着也撑不过20秒，要卖了。这边这个位置倒到这里的话，应该是不打算要救吗？星辰过来了，那这样的话和我们赛前的一个预期就不太相匹配了。看一下狮子想过去减少一下星辰的压力。让年锦来这个首尾难相过，但是还是正常给魔术师一刀把幸运儿救下来，套一个化解为一。那这波还是不管幸运儿了，那这一局就是3跑或者保平，对吧？争3或者保平。但是这个3的话也费点劲，那就是反正三跑和保平就是差距不算特别大，无非就是4抓加赛和4抓直接赢的区别。好，过来拉到板区。原地抽刀，但是板子下掉的话，这个地方要搏得很好才行。哦，面锦这边也不着急，翻过去交一个半弹，继续贴魔走。哎，再翻回来，哎呀，回头一个慢翻被恐惧震慑。然后现在整台密码机来看的话，还差2个整台。对，你说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想去争3跑，应该是费点劲，很难。对，就想想这局怎么稳健保平吧，起码让兔子一鸣上场的话，心中带着是可以有机会赢的这种感觉上来的。哎，这边还是想去管一下磊磊也是一开局就想去追的啊，只不过幸运儿的出现打乱了这个计划。我刚才感觉有点想突然闪过去，犹豫了一下，可能想骗话，当时是。过来，前面追击看一下。会不会在这里选择交闪现，还是干脆就硬追留到开门战？磊磊这个画应该是要留一下嘛？哎，一个回速打断了回速，然后踩掉板子看一眼画，然后走。这样子的话是给到了很好的牵制空间了。严谨的话，我觉得带闪现其实不用想太多吧，就正常追击，基本上平局是跑不了。但是他是想过来看看有没有能争多的机会，万一把人秒到遗产机。但是他这局的话，因为他作为一个歌剧也没有底牌。其实还是挺难去争上限。哇哟，这个魔术棒打到了。在左和右之间选择了左，选择了。这样子的话有地下室，那这个地下室的话可以去管到废墟密码机，但是佣兵可以来救。看废墟佣兵那边是能亮掉的。对，亮了之后就距离稍微有点远，从木屋赶过来。对的，然后废墟那边是一个50多的擂台。没错，感觉是可以去争一手。好在是没有底牌。打拦截，想去打一手佣兵拦截，对，但是拦佣兵还是太难了，毕竟有2个护腕。哎，脚印看到了，但是这个护腕能直接弹过去，好像回速过来想堵住入口。但是这边其实狮子也不着急啊，密码机没压好，对，等你压好了之后，我再进行一波救援。但是魔术师过半了，对，打一刀先。
直接交互腕，还有一刀哦，没有交互腕了，直接跳下去，魔术师那边过半，但是好在是有回光返照的，救下来给到佣兵一刀，然后佣兵先冲上去看看这样子这边怎么，是可能要逼迫到开密码机了，得开了，对，得开了，开，那这样被子的话，哎，哦，这刀哎没打，哎呦，直接交闪到了，佣兵，您这边也没有丝毫的犹豫。其实思路很好啊，想去压佣兵，你不开的话我就捡佣兵，你开的话其实魔术师也在脸上，在脸上，但魔术师手里刚才也有道具。那佣兵这个在脸上的位置实在是太具有诱惑力了，主要是。对的。我赶过去，门能开吗？能开，只要断啦，音乐。啊，感觉不断的话，有机会费点劲啊，这门。回速回来，那守住这个平局。好，那这样的话，下半回合就看兔之英明的发挥了，可以传送。那为什么不选速闪呢？不知道，好问题啊。可能速闪太熟练了，就是越是在这种关键时刻使用熟悉的这种角色，可能就突破不了那层桎梏，对吧？越是这种有道理，灵光一现，闪现不会空。对，你想一下，你都是一个传送体系的监管，对，看吧，先看下去。他是闪吗？会，对，应该会是闪。你不带闪现，你这追人，你双传噩梦，走起。主要双传你追不到人，确实。好的啊，先扔一个乌鸦啊，干扰一下破译，然后往屋里走一走啊。对，好，上下一条线，然后点到了愤怒和狂暴，然后带了一点狩猎本能。五星也是预料到这里要往3板转，所以说跑得很快，想在守墓人这儿拿很多的这个存在感。对，这边正常的一个下板转点还是很难有刀啊。哎，这个还扔歪了，扔歪了啊，没给上。对，哎，没给上吗？是没给，确实没给上。那这边选择下铲了，下铲前面距离够了，感觉可以出刀。一个震颤是很够啊，对，去拉到窗户，规避了这个平 A。对于这个噩梦的预防，我觉得球员方还做得很不错的。给到一刀也不翻。其实飞轮是感觉可以移形跟上了。对。哦呦，还好，提前刚才这是往回走吗？这个走位是不是？哎，这走位主要是你这个单板给架住了，这走位。飞轮反应过来吗？哎呦，给给震慑的话，让本就很少的存在感变得多了起来。是的。而且追守墓，你想拿4格存在感，这是他有一个铲子没用啊，这用出来的话，这不都5格了？主要是这一手追击，很快，确实噩梦嘛，毕竟也正常，追击型监管者说是。好，来看一下卡梦这波救援啊，对的啊，以退为进，给到一刀，2阶开启，那2阶之后，其实对于噩梦来说是有个质的变换了。对，但这波落地的话可能会吃枪，所以还是算了，忍一忍。你首先，帮忙下板，铲子还打断了，说是这翻进来是为什么？不知道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解说的时候可以就是耳朵上连到选手们沟通那个界面，你知道吧？这样我们能够根据局势给观众做出更精准的判断。因为我，就我们要弄清楚到底是卡梦让翻，还是吴昕想翻，还是兔子一鸣想让他俩翻。对，还是说点错了啊？对。那这边救下来，到了。对于卡梦来说的话，想去帮忙扛压，但这边有点先飞轮，但是起码把枪交出来了。但这里交出来枪，另外一边是带不走的，吴昕还在那边还在原地下板。是的，这是把这个板子踩了，不过好在还有铲子，铲子也没多少耐久了呀。把板子都先下掉，好，铲子出图来了，没啥办法。这样子的话续上节奏，给到一刀，而且空军在地上起不来，就在脸上，可以先挂空军，甚至对空军跳过来挂到守墓人这边，对，只要有2手节奏续上就行。外面还差一整台密码机，对于噩梦来说是一个超级大优局。吴昕那边起不来。先扔乌鸦干扰一下阿策3板的密码机，然后把人挂上，
这边一旦把人救下来的话，再可以追一个没有道具、没有飞轮的空军，是的，可能还要再上挂。这样的话，密码机就跟不上了这个进度。而且现在我觉得雄方得打一种战术，就是一直换，是得换人。但外围密码机是差2台，它不是差1台。对，我觉得可以先随要便扛，这边先交香水，想扛到了吗？没有，没有，但香水也要结束了。对的，反窗隔双刀没打到，那谁都没打到啊！哎，这刀，哎，再出刀，哎呦，那起码得打到一个。空欢喜，对，空欢喜。好，这边但是没事，还可以凝视，还可以凝视。对，大概可以断，不选择凝算是要去想了想，管开始要控场了。对，哎呀，怎么翻脸上了？要先蹭一个弹射，这波故意的啊，先蹭弹射，弹射加刀，2重加速，对，跑得远远的，留不住遗产了。对，而且卡梦就在脸上。小铁那边获得了一把枪，但这个距离能进板，冲弹交出来，凝视到空军的话，飞轮还是没好，只能倒了。那空军这边再次被挂上一个2挂节奏，对，那边密码机是能压好的，89，直接挂到这边，哎，挂到这边不太好吧？挂这边的话，其实我觉得他可以往大门脸上挂，对大门去挂，大门的挂的话，其实人机同手，门也同手，这边过去落地，能有说法吗？因为身上有乌鸦，知道你这个位置。如果把阿策打到这个遗产的话，哎，失误了，手上有枪，对于小铁来说，这一把枪一定得把阿策带走。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就算是开门战的话，场上3个人2个没有回光返照。是的，然后现在得让空军去补状态，去补回自己的一个满状态之后，空军的话应该找完再拉扯。对，看一下，看到小铁的脚印了。对兔子英明来说，这一把是很有机会的，去争多，但是4抓的话也有机会，还是有机会。为什么？因为噩梦的开门赛还有说法。是的，我是不是听到噩梦吹口哨了？好像。好吧，无所谓。这边已经拦到了，找一下幸运儿了，而且拦的位置非常外围。这边，哎呦，又是一个4刀换枪。再选择带走，但是这边的话，不管是谁接到乌鸦，其实都对于兔子一鸣来说可以去尝试一下。兔子一鸣这边有点怀疑，会趁追空军的时候过来去偷密码机。对，但实际上没有。现在都去找一下。找一下小铁的这个娃娃吧，对，赶紧找娃娃去补状态，然后让空军来这边去扛压，扔一下乌鸦，守一下密码机，对的，找一下人，但是有点灯下黑了，找到了，哦，小铁那边获得一把针啊，很关键，对自己磨自己，然后这边的话娃娃去磨邮差，然后3个满状态去打，起码这局不能给4啊，确实，对，确实不能给4，现在就一拉扯。然后让卡梦这边去单人牵制一下，但乌鸦的话丢歪了，没给上。状态都补满了，想过去守下密码机，但是密码机还没人。但是毕竟我们是上帝视角看啊。但其实我觉得兔子现在他不着急，他得去往外去压迫一下。首先有移形，又有传送，对吧？他的一个容错率是很高的。我觉得动密码机就移形回来，然后对，先追，去专心去追。因为卡梦是挂飞的。是的，你专心追就行了。这个时候你不要去犹豫太多，而且他没有回光返照，开门战就算开门战之后把他击倒，也是有4抓面的。没错，就是不要犹豫太多，犹豫就会败北。因为现在召集人是求生，不是监管。传过去，传过来，脸上是邮差，给到一刀95的密码机，慢慢的去磨，再扔一个乌鸦到小铁那边，那就，哎呦，找到了，狗非常精准。是的。但是阿策是有回光返照的，是的，他是判断空军不敢去点3板吗？但是其实空军是可以去的，没错，空军已经过去了。这边的话好像有点意识到了，但是这个位置他回去有点来不及，来不及了，密码机应该是能先压好的说法，对，而且传送没好，哎，小铁下去了，想去偷摸箱子，感觉是，确实。那这里台板不亮吗？应该会再亮了，没有亮了。没有，他是邮差补好了状态。对，看一下，这边空挥一刀。其实我感觉他们现在可以稍微布局一下这个开门战怎么打？对，排兵布阵啊，对你站哪个位置，我们怎么去运营这2个门？不过把乌鸦交了，那可以把乌鸦吃掉了之后带走去开门呢？对，可以趁一个乌鸦 CD 开啊。没有选择，还在摸道具。
啊，先把这边的所有的这个红色密码机全破译完先。没错，阿瑟那边有一个摸出来一个护腕，然后给队友留着。还是找卡梦，卡梦是挂飞。我觉得开门战之前找卡梦的思路一定是对的。卡梦这边是一瓶香水，先交，哎，这样我持刀带走。这个时候你还不好去追，你要继续追吗？得追。那我带走了可以开了，其实。对，带走了11刀可以开了。对，等吃一刀或者等距离拉开，可开，可开，这个位置真可开，开了。然后2个门同时点，先管小门，小门是乌鸦，然后大门用移形管。没错，得管门吧？得追人吗？得管门，硬点得管门，因为但你拉球走了。哦，过来只吃到一段跳，移形。然后在这个门结束之前要击倒阿瑟，但是阿瑟已经把门点开了。没办法，因为他第一时间他不能抓空军，他第一时间密码机通电的时候他就要去管大门，就先管门。对的，因为你毕竟你是有2个传送的人。没错。首先，如果说大门我有个有效的击倒的话，其实对于后手管小门的话会更快速一些。是的。板姐来管一下小铁。看看能不能平局，应该是没啥问题。飞轮怼到这里没道具啦，没道具了，走不了。这样保平，起码是少丢了一个净胜，那也是要恭喜 GR 复仇成功啊，跨越了大山，成功拿下了比赛胜利。是的，恭喜 GR， 这场比赛挺惊险的，说实话。确实，我觉得上面的古董商大副啊，其实都是比较难追的。对，现在就是一个明牌打，看这个破轮去携带什么样的技能了。是。如果说把祭司送上了全局竞选，而且他还去找一下古董商，看能不能找到机会，因为祭司那边呢太容易打到一个高地洞，找不到什么的。没错，你要找大副呢，唯独也就是逼个怀表，但也是拖到自己的一些节奏。是的，逼到怀表。要大防的话，那你必须得变一波人啊。对，上来直接变身，好像是往狮子楼去了。是的，要么找飞行家，要么找古董商，2选1。对，这波飞行家卡在了2楼的后面，那这个位置可以利用障碍物稍微拖一下，看一下杨洋的一个哎呦，一个碰墙后滚，对他这个是等于是倒车了，是的，自己的一个车轮后方的位置上到了刺，熟练度非常的高，科目2考得很好，没错。那这一波到了窗户边上，你去给点压力拔刺。你去拔刺，那我可以损失你求生者1个人的时间，然后我再追你的另外一个求生者。对，就看这里上，但是没能上到啊。没错，直接跟是想把他逼离开这个窗户，但前面可以看到，哎，大洞这边也在接。怎么说？直接交云门，很稳。那这个洞的话还能逼出1刀。这里变轮的话，感觉只能去追飞行家了，只能找前面飞行家的刺是没有拔完，然后被古董商逼到了身上。OK， 第一层刺也拔掉了。再过来找，变得卡了个4角，这玄庭也都还在想过来找中场的机会，古董商也藏起来了呀。他就是想打一个钓鱼，我这边假装逼你，看你能不能从安全点拉出来，然后我再去追。平地还是上到了1层，但飞还有补给背包。哦呦，这个夹到，可惜了，位置是准的，但是落地还是慢了一点。现在问题带来，你这闪现都没有空间，直接交闪，哎，玄庭，来不及交，没必要，因为你交了的话，你背包 CD 也没好。是的，所以等着下一波吧。等下一波，如果需要悲观的时候，他利用这个玄庭来拉开悲观的身距。这外面密码机可丢了不少了。这里狮子楼他又不想追了，回来追古董商，但是你闪现暴露了，古董商是没那么怕你的呀。对，你敢变身，我就直接回头给你几个机关消了。是的。这里还想钓鱼，看能不能把飞行家钓出来，但你其实干扰来干扰去，哎，我外面祭司跟大副他不受干扰，对，他疯狂的波移，再把你的3连那边给偷完了。是，一阶先上1层刺，那这里剩下古董商算上前面叠加的1层刺有2层，但拿不到刀。猫猫这边靠窗口，只能先悲观，多攒一点存在感。对，而且他已经底牌切成窥视者了，对，提前切了窥视者，想来控场。那现在看一下密码机，2台半还在钓鱼，这样子打其实让自己比较亏啊，因为外边大副跟祭司修的太安全了，而且现在密码机能力也是修过3台的。是的，夹子封窗，但是这边的小巷子就得跟古董商进行一个博弈了。猫猫还有飞轮，交换博弈这边是一个回头要不要打个机关消呢？哎，先想先交飞轮，没问题。那现在1阶尖刺如果上到的话，猫猫就没有太好的规避悲观的方法了。对，没必要交机关消了，现在就直接倒。是。往这边一倒，来看一下场上的密码机，第4台、第5台都已经有进度了。没错，
第3台也快压好，等队友来救，让大佛先过来给一个化险为夷。是，反正监管者现在也已经2阶了，尽可能保证自己的一个状态。而且大副这边救完以后，他可以直接中场密码机啊，是这台80多一个化险为夷期间，他是能够很舒服的去抢开的。我卡一卡，现在可以多压一些时间再去救。是，这个点位外面第4台、第5台已经50多的一个进度了，非常躲一下气血，这一刀躲了，这刀还在博弈，打灯没打到，啥也没打到，大副还扛了一刀。那这样再想要追古董伤的时候，你还得再变身的。那这一波他可能要管大副了。是，中场这台密码机他想给他压住，节奏现在已经差了太多了。祭司这边有一个大洞，你也找不了他的节奏。只能变人，然后把洞给清了。但是古董伤外围可以看到是很自信啊，直接进行一波破译新密码机。哎，要等一下自己的2阶。等于说中场这里是有一个小范围的3连的。对，看一下大副这个点位可能要被秒了。中场88的一个进度啊，你只能挂在附近。是，就算有第2式，你也不敢挂，因为有祭司。那中场这台密码机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控住吧。现在可以慢慢偷开啊！你敢离开祭司，就是一个大长洞打过来了。而且他知道你现在是没有戏谑的情况下，古董伤也可以放一点。是2根刺，但这里还是可以允许自己倒。哎呦，回头打机关消。想云门回来打那个悲观。是的。对。但是他也没有计算好那个悲观的时间，当时悲观是没好的。那现在小房这台密码机是%多的，这台是90多的，好像是少的78的那台。但飞行家这边状态是比较惨，他没有办法来救，只能让神坠来救了。没错。那目前来讲，他已经切成了插眼，对于最后台大遗产的，哎，这样直接变身，那杨洋我就可以直接救了呀。给一个化险为夷，然后祭司这边我可以直接强亮这台密码机。哎，求生者准备抢了，直接抢。但是飞行家是没有回光返照的，没关系，刀没有打到。哎，这一波，哎呀，有点伤，强行悲观。就让飞行家这边强行启动，必须先开这台，亮掉，这台必须先开。对，但是有插眼的存在，能抢开吗？95、96，你敢变身走，那祭司我也就可以过来了。是的，那祭司那边先开，然后再回来吗？场的，那这样岂不是就能直接亮了？不行，没回光返照，应该要让祭司找机会卡着。可是其实我觉得直接亮也行。对呀，可以直接亮。你祭司这边是有洞的，我就在旁边卡你，然后这边门再过来开啊。卡着那建筑物。对，直接亮了。那这边选择放下来，再插一个眼，因为求生者已经贴到门了，所以他们可以亮了。是的。那开门战的话，祭司的大洞 CD 还有一火，还有马上就好。现在祭司这边发现了，监管者就是想抓一下他，所以这一波最好是能够把祭司给处理掉，不然的话，求生者的一个开门战布局以及位移是更强的，或者更难处理。9U现在是着急自己椅子上有人，必须要有人才行，否则这个局面他慢慢打下去，可能要变成一个人4跑了。飞行家那边也是交了绝处逢生，这夹子夹不到。对，逃离现在只上了1层次啊，手上有表，也没有挽留的情况下，他非常的安全。对，小门已经点到了60%，感觉只能针对祭司去留一个了，不能再贪了。再贪可能真是要4人4跑。是的。身上还有飞轮，还有戏谑，这飞轮直接冲，哎呦，没有来得及。杨洋的位置现在还有点尴尬呀。这个点位挂上，应该有机会走吧？通缉到是大副还行，不是通缉到杨洋。9U现在还有机会能去平，看能不能他直接往门口去的话，是有机会拦到杨洋的。对的，齐尔明了，蓝猫猫其实也行，没错，都可以。哎，不过他还是怕有人回去偷人，那杨洋应该是可以混到门口的。那这里没有2名啊，还在排人。不，杨洋没走门，他们是想争一下4吗？因为飞行家还有一个化险为夷，但是这边得有人过来偷门。化险为夷已经用了，但是现在只能就是说靠一个洞了，靠一个洞能直接打门。但是门没有人偷啊。现在李宝可以过来强行给压力，你自己身上有怀表的，只要这一刀别被打到就行。是的。那边猫猫应该是快到椅子面前了，猫猫可以多一等。怎么说？飞轮躲掉了戏谑，是的，祭司这也没躲掉一个长洞，在花坛这里还在周旋，地窖就在拱门过来夹。好，那还是说想让祭司走地窖？祭司有一个洞是可以走这个地窖的，那这个地窖就有机会能一个半弹变身了，大门也走门，大门也走了，这个地窖直接开了，4跑。哇！T 在。先拿割据，然后让你的前锋起不了效果。那你前锋就是一个低 buff 呀，他破译本身就慢，而且你没法 OB。那我如果说去突破你的队友，比如说像园丁这种角色，我能够快速贴近你，
能够快速打倒的话，求生者的密码机它是不一定够的。前锋赶走，是，哎，不着急，因为园丁有一个盾嘛，它有2种方法，看是要考虑等盾消了再启动，还是说直接过去把盾打了都行。是的，反正抓前锋是不太推荐的，因为你抓一个前锋，外边就是一个。好，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可以先去往中场把前锋赶走。这个点位一逼，然后再顺势找一下园丁的一个位置。不过园丁是反走啊，往小房的方向去，这是有杀心呐。我觉得不至于吧。但是已经追得这么近了，感觉不拿刀好像也比较可惜啊。想试一试。交球，拉了大概有一个半颗球。对，影月没有断，这里还可以继续跟。前面的板子也已经放了，但前锋这边是不是双弹啊？对，注意不大，只能把球继续拉掉。对，反曲博弈有个影子，那这个点位可能要持刀了。这球再拉，像小陀螺吗？那这样球已经得不偿失啊！球交了还持刀了。他是觉得他这个剩下的球，我就算拉了，他还是会吃这一刀，不如回头我撞一波，这个身位可能就能拉开了。对，哎呦，这一段的影月还是抽到了，那这一波击倒速度也太快了。对，前锋倒了，吞了一个化血文仪，外边剩下另外一个就是园丁。对，前锋这种角色，他在中场其实面对快速位移的角色还是比较难受的，不管是歌剧还是说跛脚羊。对，其实主要还是上一波的那个球交了也没有起到效果，会比较亏一点。只能是化险为夷的人来救，但是你现在救下来，这中间就要被拦啊，很危险啊。说，这个点要等，对我等盾消，然后在外面拿一刀。哎，或许能不能卡住呢？这个时间怎么感觉容易过半呢？肥胖流没得卡，没能操作出来。是，因为你如果说站在那个门边等的话。那园丁可能说去翻边上的窗，就对于佩佩来讲，他其实是可以去更早一点进行肥胖流。对，在另外一个门口，他直接拦住，就有机会去逼。对，让园丁不好那么快的走过来，是有机会能够拖过半的。那这里再接着去挂前锋，这个位置也没有什么能牵制的空间啊。这110窗，你这个它甚至是一个微窗嘛。是，这个点位下一波主要还是求生者考不考虑卖了？对，卖了的话，因为前锋也没有道具了。如果能够卖了的话，让园丁把状态调好，那应该最后是一个3个满状态的人去打2台，招了个暖雨大遗产的这么一个情况。是，但气象还是选择过来再救一波。对他把自己的暖雨已经是用了，如果说是不来救，他就有可能会去直接抓园丁。对，但是关键点在于一个强风吹了，那佩佩这边前锋有没有机会逼出他的闪现，先把气象打倒？因为他手里还有闪现嘛，闪现我到时候再去跟11，那这样节奏我就直接续上了。是的，没有化险为夷来救人，就容易出现一个被打双倒的这么一个情况。对，哎呦，闪现这个闪着急了。是的，他隐约到了电线杆上，但是他其实还是差一点身距的。对，他想闪现补一个抽刀，但这里有一个不红光，对，骗到了11。这里其实是给到了一点时间了，气象是有机会能起来。本来如果说你这个闪现第一波直接能命中的话，这个节奏其实还能续到这个气象的。没错。但他通过外面密码机的抖动，也是能知道气象这里肯定是交过了自己的一个绝处逢生的，直接赶过来看一下能不能嗅到这个气象的位置。蓝色的小碎片，哎，这一波佩佩的排人是非常的精准，是，毕竟能走的范围并不大。星爷手上还有最后一个强风，一个加速卡红光隔窗刀，非常的熟练。这一波直接打到底先接着挂，把自己的技能先缓出来。没错。现在场上的密码机其实可以看到是快够了，是最后的一台只差一半。现在对于佩佩来讲，因为已经挂飞了一个人嘛，所以第一局肯定是拿下，就看最终他能争到几个求生者留在庄园。现在就是补的第一台的嘛，那个园丁的密码机，园丁那个密码机56就在角落。哎呦，这蓝的这找的哇，吓我一跳！找的还真是原汁原味啊，佩佩是熟悉的感觉。就差一点就夸出来了。是的，但是那边莫尔斯也还没贴过来救人，气象是有可能被卡过半的。这里再接着找伊森，把伊森逼走。对，然后园丁那边去救人也是卡了个半极限偷了下来，好像。对。但现在对于佩佩来讲，还是得压住这边的这台遗产，其实让勇者开台新的。2个人不把这个状态补一下吗？这是想让气象自己招一波暖雨，然后再去摸道具。是，好博弈。但气象如果交的话，看一下得找一个比较远的位置去交了。等那边的密码机起的差不多了，佩佩这边就直接会走过去抓了，看能不能再拿到1次伤害。
哎，那边已经江暖雨了。对，气象那边也应该是在盘箱子了。是，看一下要不要移形呢？还是说继续守？这个还要不要直接传送呢？还是继续守？这传送可以先再等一等。嗯他现在就是等这个木偶师，看能不能钓到木偶师这条鱼了。对，关键密码机全在这一半场啊，这边是一个小3连。木偶师现在也只能被逼的去进行破译了，因为你要一直不破译的话，我就可以一直抓园丁。对，碰了一下密码机，但并没有修。佩哎，大概也能意识到，是，那我就直接传送密码。机抖动，对，直接过来。木偶师现在还是得带走，对，因为他过来修的就是为了能把这个园丁给保护走。你园丁是没有带回光返照的呀。他就是先把园丁逼离密码机，然后通过园丁跑回密码机跑图的这段时间，他找机会终结掉这个木偶师。是，那现在医生最后一次路易也是交掉了，对于他来讲，这块短板不是特别好博弈，而且特别危险有。反弹，这里一倒其实就可以直接挂，能击倒吗机？会怎么说？没有屠刀。中场的密码机也开到了70多了。那这里击倒了就不能挂了，直接去往中场，对，看能不能把人击倒了。击倒了不能挂，直接去往中场。对，不能让新人这边的话一直进行破译。但是挂还上的话是要挂。挂上的话，大密码他传机也要了送不一定能拖出来啊。对勇者就这一波的话，他传送应该是拖不出来的。那现在看一下不好拖，想密码机这么远，想听一下密码机这边的声音。但医生是带了双弹的，有没有可能带3摇呢？没有带。没有带的话还行，挂到这边的门，那必须让园丁没法贴门了，必须回来压密码机。其实两个人看能不能说是救下来，两个人去把这个密码机强行破译掉，因为两个人都带了回光返照，对应该直接去贴门。那这样的话，得直接亮，直接冲星焰手上有一根魔术棒，有没有可能？哎呦，能击倒，直接隔窗刀打倒，再去抓伊森。对，这就是比较危险的地方。如果说他们往密码机边上走，其实是不太能跑得过歌剧的。哎，一开始他去抓这个前锋，你气象不是刚刚双倒嘛，所以说你这个罪一定是用了的。是的，我现在就可以先抓这个伊森，然后到时候我回头再去解决你这个气象。没错。最后贴一刀，还是打到了路易上面。对。那这里狗狗已经把门点开，然后预判，对，想去摸气象，但这波佩佩也考虑到了，所以狗狗必须得退了。哎，是的，没有退，还在往小房的角落去卡。那这里其实就可以直接挂。嗯，耳鸣刚刚是不是没判断出来？他不确定人在哪，先挂吧，挂了之后走2步，先去看那边有没有耳鸣，有耳鸣了，那就知道木偶师是在一个大房后。那应该还会往大房里面去排人。对，耳鸣掉了，那应该确定是在3连那边了。是的，啊，这里还有一个回溯掉园丁出来的机会，不过园丁很稳啊，狗狗是完全没有出来，反倒是佩佩自己怕了，他怕有人会去救人。看狗狗这边敢不敢救了？哎，医生这里到了门口，非常的极限，感觉有机会留下，能够拦住。佩佩现在是绝对不会传的，所以说园丁可以大胆的出去救。对，这地方还是骗到了翻板，另外一边的门应该是没点的。就在他的一个考虑中啊，他觉得那边的门应该是没点的，所以他先把人挂上，不着急。那现在木偶这边可是个2挂呀，挽留这边是能做到结束的。对，如果说能够找机会救一波，那么交路易的话有机会走门，但是佩佩也有传送，这中间有容易被拦。是，他有机会用传送去守这个门。对。那看一下园丁应该是卡在这边了，应该是要。哎，从边上靠，还想尝试一下挽留的时间。狗狗来了，4秒钟，2秒，能来得及吗？哎呦，极限刀，最后1秒。这一波如果说你这个挽留刚好过去，人救下来，3个人直接全部跑门。是，这一波其实是，哎，他传到了啊，没关系，还可以回溯嘛，可以回溯。是。这一波如果挽留刚好过的话，那么园丁吃到受伤加速，他是可以冲过去把人救下来的。对，但是问题在于你救下来以后，他还有个传送可以去。张狂加底牌，还说是挽留加张狂呢？看看他的一个个人习惯是怎么样的吧。这种倒是可以允许自己带一个张狂底牌，因为你万一后边我可以切个底牌加个时长嘛，时长我就把这个密码机一踹，这局面可能就有一个争夺抓了。哎，没错，他可以丢娃娃，然后本体去跑图。那这样子把传下给邮差，那邮差的位置就比较危险了。邮差可以直接往大门去了，或者说是直接跑船尾。是，就如果说你去往船尾拉的话，那大副还得把大船的位置给他让出来，大副必须直接去海边进行一个破译了。对，大副可以选择贴脸。
好，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可以先去往中场把这个邮差赶一赶，看能不能抓到这个邮差。那也可以看到一晨的邮差也是确实往船尾的方向拉。是的，这个点位远程双人惊喜，要不要先尝试一下？看能不能躲掉。对，直接上到了一个土球。是的，再给第二颗没有上到，但是前面不敢走，是刚好架住了一个板区里面，所以导致一生必须往外拉。你不往外拉的话，本体马上跟上了。没错，只要交互了，他就会吃这个干冰标记。是一个双人惊喜上了2颗球，对佩佩来讲是非常能接受的，而且看到人提前翻下来，还封住了进入那个长板的位置，这位置很尴尬呀。焰火这边就看能不能给上到了，上到就能给到伤害。下一波这个双人惊喜看一下，想本体先抽一刀，给到了。对，也没有关系，2个双人惊喜拿1刀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节奏。是，现在就看医生在这个板区怎么牵制了。是的，佩佩在等他的一个双人惊喜，医生这一波反弹用出来，转向下一个板区，能不能上双球？上到了，上到了。那如果再拉一波的话，是有可能直接击倒的，不拉了，本体直接打。对，倒地的速度1分09秒，还是比较快的，而且海边大副这里是有一台50左右的遗产可以被踢的，这个时长可以直接用。是，刚刚他其实抬手也是为了去防一防伊森这边可能会去带一个飞轮。没错，那你椅子和密码机这么近，我踢的话1秒就也不赚啊。对，所以你还是只能在这边卡着。是的，等于说佩佩这个时长带的太舒服了，完整的踢掉了第1波的一个进度。这第2波的怀表，要不直接救吧，让自己先无伤一波。是，直接救，上了一个双球，大副还是打了出来，没有无伤。是的，这一波弹到了大副，但这个节奏上佩佩是非常能接受的。对，医生选择拉一个比较远的点，窗台应该是要倒到大门的那把椅子了。没错。现在对于求生者来讲，下一波的通缉很关键了。如果说下一波通缉能够通缉到气象，不过气象那边交暖雨应该是可以。给大副的取消了吗？好像没有，给大副交出来了。是的，那这样的话，佩佩是可以确定这个气象来的一个大致方位，还通缉到了，通缉到这边的一个云，可能就要去用了。现在这个状态其实还是需要一波化险为夷的，因为你现在密码机不够，它需要一波化险为夷拖出来外边一个机械傀儡，或者再加上你这个大副加上机械师，本体密码机3个人之间可以。在西烟这里有层云，看一下你用出来，沉默打断掉了，但是这个。双人惊喜拉回来，有机会上到双球吗？没有，在卡位。那前面已经没有双人惊喜可以用了，但可能双倒啊！双倒，先放了一只狗，这里在卡。哎呦，这个椅子没有挡住，还是被这个舞台范围给覆盖到了。对的。那这一波双倒，气象跑不了多远，因为他带着通缉的。如果说邮差不能扛住的话，下一波马上续气象的一个节奏。没错，气象根本跑不了。不过这波双人惊喜并没有把邮差给打倒啊，医生算是顶住了这波压力。没有让佩佩那边能够有立刻把自己打倒续气象节奏的这么一个机会。是的，但佩佩这边也不太着急，因为自己也有空中飞人装成惊喜又还好了。是，这点位，还是躲得很好啊。是的，一波反走，再骗双人惊喜的一个位置，终于打到恐惧震慑。那这一波时间气象也是成功调整了起来，还在跟队友进行一波互摸。是的，这样的话是可以满状态的。现在就跟这个机械玩偶把这个状态先补好。是，这个点位海边的密码机应该也要抢开了，拦不住了，海边是绝对能量。18，再交一段空中飞人，选择去追一下狗狗的机械。是，海侧的方向，机械师这边是没有带一个回光返照，所以说佩佩只要能把他给击倒了，这个局面他还是手握着一个3刷可能。哎呦，这个双人惊喜远程第2下是盲视野的一波上球，是惊吓标记非常的精准。全部打中。对佩佩来讲，这里只差一个干冰舞台的球，还是想要把人给抓放出去了。所以先逼一下救人位的道具也没问题。哇，他的双人惊喜熟练度好高啊！只要拉出去必能拿到球。对，现在压力太大了，你大副这个怀表你交不交？跳过来，盖下板的同时引爆了身上的标记，再不交可能就要倒了。没错。这里佩佩可以先出去找一找，先把这个怀表先给他躲了。对，把第2段和第3段给拖过去。是，但是可以看到船下那边有一台遗产已经修到了70左右了。远程想上一波球没有上到，密码机那边快要压好了，都已经快要进入9成，能不能完成击倒？先打一波倒地。90多，就差个粘土。是的，差个粘土标记，其实就能完成击倒。哎呦，好盖！
那看一下要直接开了，是这样的话也给到了机械师足够的时间，把傀儡控到了大门。机械傀儡正在点门，佩佩只能被迫过来管门了。这个傀儡如果处理掉，还不处理吗？不处理的话，这门直接点开，应该能直接出门啊！的声音了。是，这3层他是没有挽留的，他没有先管门。那这个地方有没有可能来一个肥胖流？拦不住啊，这是个满状态。是的，想先打这个傀儡，但是还没有地窖。哎，机械师也在这里，机械师是有飞轮的，狗狗能直接冲门，也是个满状态，也击倒不了。没错。那大副那边在等一个地窖，没错 ，ACT 的求生者直接还到了一波3跑。另外一种针对冒险家去冲，因为我把冒险家处理掉了，你外面的人他其实是没办法抵御这个。你的前期节奏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对，怕这个冒险家带一个双弹飞轮，直接把大船给到了冒险家。那现在看一下吧，看一下这把。脸上全是人，那可以顺路过去干扰一下大副的中场的密码机。下来先把伊斯人招出来，可以先去往小船，把密码机看能不能去覆盖一波。是的，小船刷一台，然后角落这边也刷一台。那这个点位中场也刷了，难道是想追杨洋？想试一试。对，在空中吼了一下，可惜这边我吼没有打断到，如果能打断到的话，还有机会能够拿刀嘛，直接拿一刀。没错。毕竟杨洋这边带了双弹，是有一个肌肉记忆的。是，海边是没有刷密码机的，中场加上小船这边是属于一个3连。那这一把没有去找，还是得去找吧？感觉他对已经把这个伊斯人拉过去了，应该是先让你的入殓师修的没那么舒服。他想尝试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冒险家。你如果说是在原地蹲着挖宝的话，那我就过来直接能拿你刀。你要是没找到，我就可以现在闪现开杨洋的刀。没错，但是冒险家那边。也是刚开始破译啊，并没有去外面挖宝。然后现在有点危险，距离一旦近了，他就可以直接闪现了。是的，先提前附身，然后现在必须要回头一直看，或者说找一个逃片区。不过逃片区直接走很远啊，就在脸上，脸上也有一个。他给他绕到了一个海边小屋的位置啊，是那地方可以用飞轮去清掉自己的。哎，没清飞掉吗？那本体先吼一下，再拿刀。是。真9想等飞轮了。也没有交付这个飞轮啊，是硬吃了一刀，杨洋。但你现在是可以被附身的，你被附身的情况下，你这个飞轮其实还是比较难帮你规避掉这个闪现的。或许看能不能是直接省出来吧，自己的飞轮到时候留到下一波。是，但他目前来看，其实干扰到了，先吼一下，轮还是有点着急。这个飞轮我觉得不如省到下一波去牵制啊，你到时候灵柩反生，因为你现在已经是被附身了，接下来真人9他是没有办法快速接近你的。没错。你现在如果说在海边一挂，那么反生以后，真9还得本体去跑很远的一个距离。对，小船这边的话有一个逃片，传到小木，再传小船吧。是，刚刚传错了，但是也没关系，因为他还没有2阶。对，这个现在其实就是你刚刚如果说是省下一个飞轮，那你现在牵制一旦经历了逃片，我也可以拿这个飞轮去破你这个牵制度。是的，会更好一点。这一波一个双弹直接往外拉，再吼一口。那现在这个节奏看起来，求生者的密码机还是挺多的。再绕，看能不能多拖一点时间是一点时间。板子一下，哎，那被架在这个逃片区了，被迫往外拉。是的，34有一个反绕的机会，还在等。但这点位实在是太差了。前面这个板应该是进不了了。没错，这一刀打倒。密码机第4台、第5台已经在破译了。没错，求生者90多的这台能开掉不？90多的不是脸上这台，但是没关系，因为冒险家那边有一个50的输液，可以过来直接把这台给秒了。没错，所以只差心理手上最后一台了。现在就给这个化险位移，给这化险位移之后就直接强行亮掉。对，对求生者来讲也是有机会能够争多跑，关键还是看这个开门战嘛。你入殓师如果被针对到的话，还是比较难受的。是，这输液是直接用了。这里应该是能够确定入殓师没有回光返照的，就想打一波针对，但是打到了大副。看一下密码机是82的一个进度，这里可以直接附身。密码机现在其实就可以直接亮李宝要来吗？想帮忙扛刀没妙啊！大副给到了满侵蚀值，而且里面入殓师也满了。不过大副是直接翻板不让你踩，一个飞轮以后再翻板，板台往外拉，那应该要找机会开了。等求生者贴门应该是在
一口吼，还是吼到了。陆岩石能翻过去，这边板踩了，应该要倒了。他们现在想拖到神坠这边，能去贴到这个小门。是的，求生者那边，哎呦，陆岩石直接选择倒到了海边。是，小门现在能贴到吗？如果能贴到，这个门就开了。不好说，医生已经到中场了。真真刚才在追的同时，其实一直在控自己的一个医神在往中场走。那这个门时间现在还有个10秒，10秒就能开。哎，先附身大副吗？但是大副这里交表的话，对。哎，猫猫没敢机会啊，冲门了。猫猫其实可以冲的呀。90多门强行开掉了，落地吼回来，飞轮没有交出来，神坠。是因为飞轮就是要靠一个预判嘛。嗯。这一波没能预判成功，那就会被拦了营门口。猫猫这边是能不能去找到一个时间去冲门了？刚才吼了一下心理，那这里在上挂的同时，看一下心理的一个走位。心理身上的侵蚀值不算多，但是位置也不是特别好，手上有闪的真真。大副也有点危险啊，现在也是有挽留的。你如果在门里边留个陶片，到时候2接1好，你这门口心理就算走到了，他也出不去啊。没错。但是这一波反绕，拉近了身位，前面有陶片直接交闪，出不去呀。真真就要完成一个3抓。如果说真的想要卡的话，那大副就得出来啊，不能在门口里边留了陶片啊。而且我是觉得刚刚问题啊，这局其实本来是能平的，平在哪里？道具它也是有空间可以跟你博弈的。迅儿牵制蜘蛛，我感觉顶多就是来个半个橄榄球，对吧？是的。或者说来点怀表，这样的话，其实蜘蛛也是拖得起的，因为它本身在移动以及追击中，它的一个等待时间就是在提升自己。不过这个追击更稳，哪个我都很痛苦。脸上有一个邮差，邮差只能往毒洞去，那应该是要奔着这个邮差去追了，把他给往毒洞的一个方向去逼，然后封住了甲门。这样的话，对于信鹅来讲，前期的一个破。看一下，直接往祭司的方向走，他居然没有考虑去追一下邮差啊！他打算把这个阵容的核心给他先解决掉。他前期先把祭司的洞给逼完，这样的话我不会追外面的人，你一个祭司中途来辅助。是的，他可能是冲着这么个想法去的。祭司这个洞存在时间比较长嘛。哎，哦，还是骗了一手。对，那这样的话手上囤的尸也挺多的，而且开局我就干扰到祭司了，让你没有能够破译的那么快，那么舒服。那这样祭司的洞其实就可以准备直接打了。哦，没打。还是想这边信息，对，看一下邮差要牵制到哪，再去接。他的这个洞如果能够打断蜘蛛的一个架势以后的加速，我觉得是最划算的。太对呀，你牵制的这条路线是转到了心源的脸上啊。我抓着你，我转头看到心源在 S 版，我就可以直接换追 S 版的心源了呀。的，但是好像没发现啊。看到了，还是追了。而且这里有个电车，暂时出不去。没错，对于苏打来讲，可以驾驶开始跟你博弈了呀。是，这板子其实都不用咋踩，2层丝，要不先踩一块呢？第3层补上。星儿这边手上是一个怀表加上护腕，没错，先弹护腕，弹到了边上的双11。因为带的是表，哎呦，速度不敢翻，很快，他这里丝没有断掉。对，他不敢翻，主要你手上现在不知道监控者到底带的是个什么技能，万一是个闪现，你翻板就对。2层丝以后再补一个移形，这波是非常有思路的。但是这个表应该要找机会。摇出来了，是的，对，稍微拖一下时间。但是对于苏打来说，有蜘蛛丝的加速，倒也不太怕，就看第2段表能不能躲掉。哎，摇到了，还是摇到了，对，加速出刀。看一下在平地上也是拖了起来啊，这一波还能再回到 S 版，不过 S 版还有前面留下的蛛丝。这个板自己踩，你不踩的话，他能一直利用这个长板去跟你玩的。这里预判了一下翻板过来，还是最终打倒在 S 版，但是外面的密码机也是接近了3台，但是对于蜘蛛来讲，这个节奏也是有保平的，也是保平机会的。对，而且等一下可以直接强行钻这个大洞，就看给这个化险为夷了。化险为夷就下来，就往中场跑。对，如果苏打敢打的话，就可以钻。佣兵是已经贴了过来，在边上的巷子啊，没错，通过3层丝高速的排人，还要再卡吗？再卡的话，会不会压力有点大呀？其实应该要等一个护腕了。这里过来怎么说？打到了下来，先把蛛丝蹭掉，看苏打这边打不打。苏打这边可以先吐，然后卡一个双吐。对，先等一等，不着急。哦呦，这里还藏了个洞。这里这个洞都被他给预判到了吗？但是又补了一个，好像对，还是成功钻掉了大洞。是的。
钻到了墓地，那这样的祭司可以直接跟着保一下，看能不能摸。那这个点位移形马上也要好了，来得及，能摸起来。那祭司其实可以帮忙扛一扛。如果说能扛刀在墓地再进行牵制，其实就有机会。而且，哎呦，还是差一点点没摸起来，先吐了一口，吐到了。这里甚至有双吐的机会，但是第2口没敢补了。想把人往地下室挂，那祭司手上确实也没有化险为夷，他这个位置是能够被看到的。对于苏打来讲，你现在扯实，我一会确定你的位置追上去就有机会拦你，这没必要救了，还要救吗？就祭司你现在还得跑啊，对，你不跑的话，你可能要被续节奏的。但跑到这个点有点危险了吧？要跑的话应该早点跑。哎呦，这一波吐确实躲的还是非常好啊，医生，那应该要回头去考虑打洞下去救人，但是这个位置这里有吐，来得及吗？不太敢下去了。对，因为它这里的洞，其实你得靠近那个长板的另外一头，你才能打洞下去。但你要是不救的话，就不应该回来这个地下室。你现在自己也倒在了地下室，你让队友怎么来救你呢？对，现在让监管者就有一个3抓点了呀。你祭司现在不太好出来。韭菜已经到了，对我先打一刀，不着急。是，他可以在外面架尸，然后再冲进去打。苏打现在就可以囤，我拿刀，那你回光返照起来，没关系啊，人走不了啊。是的，我可以直接先拿一刀嘛，我先把你邮差给解决掉。而且你祭司身上是带着丝的，我可以确定你祭司的一个位置，原地挂上再跟出去。祭司这现在也不敢出门，因为他怕苏打这边一个传送会好。对，不过他还是去了，这边苏打这个一行好不了，所以祭司走门的话，应该还是保平。没错，我觉得苏打这波手椅有点太过轻率了。如果说选择打一个落地刀，会不会更好一点呢？我觉得格局应该也就是正常的底牌加挽留，然后再带个闪现。是，对于他来讲，第一波的追击还是需要比较快的处理掉吧。但是启宏者这边，你拿歌剧出来就很难。有点死6了。歌剧选择了假门。中场这边可以再去赶一赶。感觉应该还是冲着入殓去了。毕竟把杂技放到开门战的话，它算是一个低 buff。下来进入到全点，先去往中场，可以先把守墓人员再给赶走。是的，这个点位直接找入殓了，没有去中场。哎，入殓来了一波反走，对他可能是想博弈一下心理吧，让真正以为他往独洞去了。但这样位置拉得起不是太近了吗？进入追击节奏非常快啊！对呀，7秒他已经开始进入追击了。不过这边反弹一番，还能再拖一会儿。回速，哎，这里慢翻，还好真人9这边没反应过来。如果说是他刚刚回速了，就是打震慑。他直接回到板前面那一波是直接震慑的，这个震慑的，30秒就得倒地了。对，绝对是直接震慑。但洋洋现在只能硬吃刀，然后转走。就刚好真真当时是在准备踩板，那有点难受了。这一波真真在铁轨上，他还没办法进行一个快速的位移。让杨洋找到了机会，成功转离了自己灵柩的一个范围。有个车这边在一架，没错，往外翻，但前面那个板子还可以再下，仅剩这一块板了。是的，哦呦，一个飞轮加窗台，那这一波可以再拉回 S 板。对，看一下强行断影月没有，那2块板还能再浪费你一点时间啊。这一波牵制是非常成功的。对，已经牵制我有2台半了。我是20秒的时间到脸上的，然后牵制了1分钟，就一个纯白板，但是通过双弹以及飞轮以及真真自己的一些小失误，给到了牵制这么久的时间，直接给反了。那现在监管者就可以过来强行把这个踹一波了。是，先踢一下中场72的密码机，没错，刚好踢完，然后再去拦截杨洋的一个位置。但杨洋这个地方应该是不太能找到吗？这个耳鸣其实守门人可以过来一直卡。对，回速以后确定了位置，不过守门人刚才是没有跟啊，守门人是一直在补中场的密码机，可惜这是直接暴露了杨洋的一个位置，确实是往独洞方向走了。没错，刚刚守门人如果说能一直跟的话，他走到甲门其实都会有个耳鸣。对，这样的话，真人9可能说再往那个甲门坠里面还得再去排一段距离。对。不过神坠修完一台密码机，已经过来准备陪跑了，手上捏了一个强风，一个回速，但回速的距离还是比较远。多保个20秒都是赚的。对，这风能不能吹走？有意识的去躲强风，这个地方，哦呦，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危险的，前面不太敢翻。对。然
后继续破译自己的第4台密码机。这一波是给到了杨洋很久的牵制时间了。是，虽然说它是一个秒反生，但是确实成功拖了很久，把这个失常刚刚穿的密码机给他补回来了。把守门人那台给拖够了。现在想完成击倒。 对，导到了红蝶河，这样的话最大限度的不干扰到队友的遗产。如果说真真想强行挂独栋的话，那边还有个强风在等他，就挂红蝶河了。他要赶快。现在小玉肯定还会再过来给一个化险为夷的时间，为了补上气象以及砸接密码机。没错。但现在守门人进产，他其实还是比较难以去干扰的。这波淘汰进度是可以被拖很久。哎，强行打断了。那你回不回呢？必须回了。是的。这一波如果说真正有踹出来的话，那么密码机是肯定不够，一定能够在开门战之前完成减员。那没有踢出来，守门人可以直接下铲，帮助入殓师扛刀，把他给保到一些长板里面去。对，现在就一直保过不去。哦呦，还没拿到伤害，漂亮，那太难受了。是的，那这一波可以。 怎么拖呢？让杂技压机，让气象那边先去贴学校门，这样的话再砸一头。天哪，这两个小玉太有东西了吧！还来砸！地形大师，你欺人太甚，小玉。是的，这3个板一砸真够了。那边杂技现在已经压好了呀，再慢慢抢个床，回光返照一通电，你又不能管这个守墓人。是的，真9这把可是要争3抓的局啊！但反而现在3抓没有，看到了个3跑面啊！是，这个地方倒在了地窖门口，这个人是必挂的，挂完再去切船的话，那边门应该是能够点开的。现在还有个6秒，其实就开了。守墓人我可以不贴门呀，我守墓人一会就回来走这个地窖，你有什么办法呢？强行开了呀！是。 强行点开，应该有个强风在等着，直接吹走，直接吹！天哪！最终 T1战队是完成了一波3跑，让我们恭喜 T1战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在今天他们这个求生者配合确实不错，因为在后面这第3局把这个你带了失常嘛，